魂宗诸位，出来迎战！这是好多魂魄！在灵变毛怪的威压之下，我的元神必可恢复。化神长老们又出战了，找死！好强的化神杀气！让你们老祖出来！狂妄小辈！小友，老夫等你多时，恭迎老祖出关。果真是应变。你们9个退下。曾牛小友，老夫等这一天已经2年了。柳梅都能找来，那这炼魂宗应变始祖知晓我的身份，也不足为奇了。我看你近日来日子应是过得不太舒畅吧？今日你我相见，我先送小友一份薄礼，之后再详谈不迟。柳梅小辈，10息之内滚出炼魂宗，否则即便你是朱雀的弟子，老夫也照样杀之。前辈，晚辈奉师命在此，并无任何破坏炼魂宗的举动，您又何必如此呢6息，晚辈可以离开，但若师尊问起来，晚辈也只能如实诉说了。届时，师尊降罪下来4息，这是11尊魂幡。曾牛小友，老夫这份薄礼如何呀？此乃厚礼，但前辈不惜得罪朱雀国，反倒让晚辈多有惶恐。朱雀子老了，未必可以让整个朱雀国为他效力。前辈有何吩咐，但说无妨。不急，我现在送你第2份礼物。曾牛，你来找老夫，不就是为了借着我的威压，加快元神恢复吗？现在，老夫如你所愿。够不够？不够。如何？还不够。哦，好。老夫已有200多年没有使用过应变期的先例了。这第2份礼物，老夫可是下了大本钱。
修为恢复到化神中期，比以前还精进了些。多谢前辈。现在谢我言之过早，老夫还为你准备了第3份礼物，你可敢要？有何不敢？安息坐下。这是炼魂宗至宝10亿尊魂幡，凭借此宝，老夫敢以应变后期与问鼎一战。现在，我便以此番内的魂力，帮你把修为提升至化神后期。至于意境，就需要你自行感悟了。这些魂魄竟然全部都是应变修为。我炼魂宗每位应变仙祖在临终前都会放弃肉身神智，甘心成为一道无意识的魂魄，祭献此番。若有一日老夫归西，你也要记住，把老夫的魂魄收入其内。你能吸多少就吸多少，老夫绝不吝啬。魂力起！虽然意境在化神中期，但灵力已达到化神后期。曾牛小友，这第3份大礼，你可悉够？前辈，我能吸多少就吸多少，是吗？那是自然。这小家伙现在体内灵力已然饱满，即便是吸，也不能吸太多了吧？本尊，我们一起吸。孤身一族本就以吞噬灵力为生，加之修炼古神诀，本尊对灵力的需求要比分身多无数倍。开始主动吞噬灵力了，刚才明明强行灌输到一至极限。罢了罢了，谁让老夫答应了呢？曾牛小友，你还真不客气呀！多谢前辈的3份大礼，前辈有何吩咐，但说无妨，晚辈定尽全力。好，只要有你这句话，这3份礼就送对了。随我来。曾牛小友，老夫赠你3礼，所谋之事极大。原本你若不来我炼魂宗，我还打算外出寻你，
晚辈确实听说，因我杀了炼魂宗一个长老，前辈要寻我质问。掩人耳目罢了。有了这正经理由，老夫去找你，才不会让人留意。不知前辈所为何事，竟如此谨慎？曾牛小友，你可知朱雀国为何到现在为止，只有不到10个5级修真火？很久以前，朱雀国一举成为6级修真火，受修真联盟赐予了这颗星球。我们一路迁移而来，却发现这里有一群强大的原住民仙夷族。那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厮杀，我们以惨痛的代价赢得了胜利。11亿尊魂幡也是在这场战斗中得以大成。朱雀国的第1任朱雀便成立了朱雀山，作为整个朱雀星的控制点。国内6大宗派形成了最早的6个5级修真火，我炼魂宗便是其中之一。而后6个宗派大量弟子分散开来，形成了朱雀星上大大小小众多修真火。成为6级修真火，是我炼魂宗历代宗主的梦想。但这无数年来，我炼魂宗只要有人即将达到问鼎，就会被人一夜之间打回原形。如今更是早已失去国境，只能作为异宗而存在。这一切都是因为历代朱雀的使命，就是阻止任何一个5级修真国晋升至6级。他怕5级修真国反客为主，他怕朱雀星易主。可是，晚辈不过是一个化神期修士而已。前辈所说这些，与晚辈有何关系？有关系。你是云雀子选取的4个朱雀继承人之一。云雀子。是他。他便是云雀子朱雀的师弟。你送我3份大礼，便是因为他吗？不尽然。小友，你可愿拜入我炼魂宗，成为下一任接班人？有朝一日，带领我炼魂宗成为6级修真火。为什么是我？我炼魂宗来到这朱雀星后，到现在为止，一共出过36个鹰变修士，他们的魂魄全都在这魂幡之内。我的师兄是第36个，而我将是第37个。2年前，师兄放弃寿元，催化全部神通，想要为我炼魂宗找出一条未来的道路，可惜苦寻无果。但在他死亡的瞬间，你来到了炼魂宗山门之外。这或许只是巧合。或许吧，但老夫寿元将断，我只能赌师兄的意境没有失败，把你带来了炼魂宗。炼魂宗已后继无人，我一旦身亡，
10亿尊魂幡定会被朱雀拿走。没有了魂幡，炼魂宗亡矣。待我寿元断绝之日，便是这魂幡给你之时，你可愿答应我之所求？6级修真国，以晚辈的修为，难度实在太大。成功与否，自有天意。晚辈尽力而为。10年内，我可保你平安。10年后，就要靠你自己了。玉简上记录了锁神之法，也是操控10亿魂幡之术。此术是我炼魂宗之核心。从今日起，你便是我炼魂宗唯一的核心弟子。多谢师祖。老夫要闭关了，为10年后魂魄进入魂幡内做好准备。你最好不要走出炼魂宗万里之外，否则一旦遇险，老夫来不及赶去。前辈放心，若是在下连自保之力都没有，也活不到今日。晚辈还有一些私事，待全部处理完后，定会在前辈出关之时赶回炼魂宗。你既已接，老夫便不再多说。吸收完这部分木灵，天意珠只差精灵就能彻底圆满了。血域国里元丰、巨魔族老祖，还有趁机封印我的孙泰，当日你们的所作所为，一一清算。自从上次被孙太仙雷所伤，便身受重创。这一切都是因为那可恨的曾牛。可有找到那曾牛的尸体？尚未发现踪迹。废物，一群废物！李元丰，曾牛。短短几年内全部恢复。敢闯我雪域冰雪神殿！找死！
之位，竟丝毫不输人变修士。此次本尊与分身融合，两者好像互相促进一般，竟有一丝变异。几年不见，你竟已突破到化神后期。今日我便拿你练魂。曾牛，你我之战，不要波及旁人。好，那你我便就当日之事做个了断。你们退出万里之外。是。今日我就让你有来无回。自古竟可扰动元神。曾牛，好好尝尝摄魂骨的滋味吧。孤生怎可能失效？斩！这就是鹰变期的实力吗？若非老夫重伤未愈，岂能让你如此羞辱？今日老夫就算修为跌落，也要杀了你！察之以听。化神小辈，今日就让你尝尝仙力之味。受死！鹰变修士的实质化意境，果然强悍。曾牛，今日血域便是你的葬身之地。鹰变神通果然玄妙，只是你的仙力实在太少。王某本想借你领会一下鹰变意境，你也的确给了我新的启发。去死！
既然能在意境中注入仙力，那是否也能注入古神之力？这是什么意境？生死轮回。他的意境听到了应变。原来当年那人是你派来的。此法宝，你不配用。僧鸟，今日老夫便是死，也要拉你垫背！宗主，宗主，哼，自爆元神，你试试。王某大可撕开空间裂缝一走了之，留下来陪葬的人不是我，而是整个雪域。罢了，老夫败了。但此事与雪域无关，你莫要赶尽杀绝。若你同意，老夫任你处置。我要你的应变期魂魄。小薇降到了元婴期。我不杀你们，但从今日起，雪域不允许有化神以上修士及任何修真门派存在，否则我还会再来。谢谢。当年雪域踩着4派联盟众人尸体，成为了5级修真国，而如今风水轮转。老夫当初果然慧眼识珠啊！这小子竟然能凭化神后期修为，一举杀死应变修士，不简单呐！王兄确实不凡。此次雪域降为3级修真国，也算是帮了你的忙啊！既如此，你便去会会那个柳梅，看看这小辈的千幻无情道到底达到了何种程度。是。哎呀，朱雀子这2个弟子不可小觑啊！尤其是田丰，是老夫一生所见天资最高之人。自心呢，曾是他的炉鼎，日后极有可能是那小辈的道心裂痕所在呀。哎呀，而柳梅的无情道，周武泰的无情意境，或许能与之一战。这柳梅似乎看中了王林的意境，这小子
极有可能是我与朱雀子对弈的破局利器呀！哎呀，师兄，老夫当年与你赌斗，输者自罚1000年，还有12年，老夫便自罚结束。倒是这朱雀之位究竟花落谁家，可不好说呀。曾牛再现雪域国，竟仅凭一己之力击杀雪域宗主，封住众人修为，让5级修真国硬生生跌落至3级。一代枭雄李元峰就此身亡。李元峰不过是一个强行提升至鹰变的废物而已。曾牛，若你能杀死巨魔族老祖，你才有资格勉强成为我的对手。前辈，我用搜魂之术探查过李元峰，他并没有关于你的其他线索。你曾说，我突破鹰变才能将你唤醒，应也是和仙力有关吧？李元峰是强行提升至鹰变，体内仙力稀少，但巨魔老祖却是一步步修炼而来。加之那罗衣神通，连孙太都有所顾忌。我与他一战，并没有把握。可那日巨魔老祖坚持要我肉身，老夫要他现身，自有用处。现在想来，应是听族人说我与天孽珠有关，待他日后重伤痊愈，定会再来找我。战还是不战？战，胜负难测；可不战，确实会错过杀他的最好时机。何人？在下欧阳天，受遁天始祖所托，来给你送一样东西。遁天始祖知你要做什么，嘱咐我将此物给你。曾牛小友，老夫不便出关，只得这样相助于你。这玉简中记载着巨魔族挪移神通的应对之法。竟是如此。这另一物，你应当见过。尊魂幡，这并非尊魂幡主幡，只能使用2次，但这把分幡有主幡1/3的威力，其中的12个紫金魂魄，便是我宗达到鹰变修为的历代宗主，有他们在，此番威力不可小觑。若想彻底驾驭这尊魂幡，还需施展锁神之术。好强的威压！
好了，东西都给你了，小友，老夫在炼魂宗等着你。大恩铭记于心。巨魔族老祖，你在劫难逃。